在东南亚老挝汽车租赁这个行业到底怎么样？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大哥的创业故事。我重庆的，疫情结束没多久就过来。以前家里面在这边做摩托嘛，后来转行做汽车呗。因为现在都有亲戚在这边的，所以说这边过来做事也会方便很多嘛。做汽车这一块的。对，我们最主要的是做租车了，还有就是帮一些客人进口啊，就像这种理想 L9啊。比较豪华的车型啊，就有客户需要了，我们就帮他代为平行进口。然后就是租车了，就是阿尔法呀、丰田汉兰达呀。老挝这边路不怎么好，像租这种越野车的话，成本高不高？租这个越野车的话，差不多一天400块左右，成本不算高了。因为老挝这边的车价比中国还是要高很多的。这个车差不多是10几年的车，快10年了。国内的话，这种车能租到多少钱？在国内的话，这种估计300块吧，还贵100块钱。对，在万象租车比在南布拉邦更贵啊。万象这种越野车起租价都是500块一般。像那个阿尔法那种呢？阿尔法的话，我们租的还不算太贵，我们租120美金一天，800多块，850块钱。对，因为这是老款的嘛。新款的话，在万象这个车，他们要租450美金啊，包司机包邮。老挝买一个这种阿尔法的多少钱？在老挝直接买不到阿尔法，只有从泰国进口过来，差不多算下来17万美金一共。比国内要贵还是便宜？贵。国内的话，阿尔法差不多是在90几万，差不多100万的样子。这边17万美金都接近130了吧，差不多130了。车比中国贵这么多啊？是的，老挝因为它是一个不生产车的国家，所有的车都是靠进口，所以说贵啊。那他们这边买车的税重不重啊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就是2.0的汽油车，它的排量税是56%，再上10%的增值税，进口关税是免的，总共就上66%的税。3.0的要上82%的税，再加10%的增值税，一共就是92%了。就是你买一个车上税也得上一个车的钱。排量要是超过5.0，上220%的税。就那个雷克萨斯570啊，假如说车辆的定价是15万美金，上税得上30几万美金啊。哦，上一个买2个。在老挝这边做那个租车的业务，现在市场怎么样？市场还是挺好的，因为在老挝，不管是在南布拉邦还是在万象，没有车很不方便，特别是现在又是雨季，随时都要下雨，都说不准。Hello，这边可以进口车。中国的。我们可以进口车。那大概就10万块钱的比亚迪，在这边买多少钱？估计会多4万块的费用。10万块。对，看你是买油车还是电车。电车。电车的话，差不多纯电的会多个3万左右，因为它有运费嘛，还有上税。然后老挝这段也有运费，还需要报关清关呢。我要是都是看上，比如说姓洪的某一款车，你可以帮我运过来吗？可以。你像这个车和这个车其实就是客户定的，我们代进口过来，都可以的。好，也卖二手车是吗？对，二手车也卖。Hello， 你们也喜欢中国的电动车？是比较实惠吧？对。哇，你中文说的真的好。没有。中文确实说的挺好。这个要卖多少钱？这个凯美瑞吗？这边卖2万美金。2017年的。我看一下。可以。需要我给你拿钥匙吗？这边的驾照好办吗？好办。你有本国的驾照吗？没有。不是你自己国家的。我自己国家的驾照过期了。过期了的话要麻烦一点。那就是大概多少钱？一般的话，我们收的话是收260人民币，就可以办1年的。办1年的。对，5年的会贵。呢？我驾照过期了。过期了也可以用。是吗？对，但是要有。对。等会儿我加你一个 WhatsApp， 到时候你把护照信息还有证件照发给我就可以吧。我看一下你这个店的地址。可以，你定个位嘛。我找你。
我可能再过2个月再过来买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什么车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给你带进口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就是带进口吗？订中国的电车。一般10到15天就可以了。啊，很快。可以，挺好。然后我们还会送你一个充电桩啊，到时候会帮你安装好。谢谢。啊，高先生。好。在这边做生意的话，对语言要求高不高？其实的话，这边我们面对的群体啊，大部分其实都是中国人，少数时候遇见这些外国人。这老外对中国的电车也很感兴趣。对，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，中国的电车在整个全世界都算最好的了，而且现在电动车的排量税很低啊，固定排量税3%，再加个增值税才13%一共，上税上完了都差不多才20%左右，就是包含手续啊。在这边什么车比较好卖一点的？就你感觉？好卖一点的话，其实就是丰田系列的车啦，越野车、皮卡车，还有大型 SUV 啊。虽然说我们不喜欢小日子，但是他们的车造的确实可以。对，这边丰田车的占有率应该是在70%左右啊，其他的所有车型占30%，都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大部分，因为泰国有丰田的加工厂啊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在万象慢慢趋向于电动车了，因为电动车上税便宜，实现了老挝人1-2万美金就可以买车的梦想。以前买个丰田车，这样大街上比较多的皮卡都是要5万美金啊，就30多万，都买不起啊。现在中国的电动车进来了之后，1万多美金的都有，2万美金的也很多，让这些老挝人都实现了买车的梦想。而且电动车主要很省油啊，因为老挝这边的油又不太好，就像上次我租的那一个车，就是加到了那种掺水的汽油，因为这边很多小加油站，客人就是从南布拉邦去万象的途中，然后就坏掉了，就把汽油泵烧坏了。掺了水的汽油在行驶过程中，它会有很多碳基啊、残渣呀，就是燃烧不充分，汽油泵坏了就停在路上了。而且老挝这边的配件其实是不齐的，很多车你不一定找得到配件，所以说坏在路上就很麻烦。但是电动车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，它只有一个电机和电池啊，保养也简单。然后电动车使用1公里才1毛钱左右，在这边的油耗都比较高，一般都是1块钱左右的，对不对？老挝的车牌它有几个颜色的？老挝车牌它有4种，主流的是有3个颜色，一个是黄牌，一般都是私人牌，就是这种。然后就是这种白牌一般是公司牌，还有一种是蓝牌，就红牌的话就是上个车牌3万多人民币啊，那如果新车呢？40万左右的新车呢？差不多接近30万了。这老挝是一个富电的国家，因为它河流很多，中国在北部给他们建的电站就有7个，现在电多还要出口，油还要进口，所以说老挝政府也相对来说比较鼓励使用电车。我们在莫丁也有汽车进口公司啊，我们1个月要进口100多辆，就光电车就能进口100多辆。对，电车划得来。对。老挝这边的油跟国内的油区别大不大？区别还是挺大的。我们国内标号都是92，这边标号它有些加油站标号都是标的91，感觉跟柴油一样。现在特别是针对那些豪车，在国内都要加95号汽油，在这边一旦加了他们的92号汽油，就一点力都没有。就像这个雷克萨斯 CT5 一样，它但凡加92跑都跑不动，这是国内开过来的。在这边上一个老挝的车牌，费用会不会比国内高很多？年份越老就越便宜，排量越小就越便宜。2013年的这种2.0的大概是在3万多块。上个车牌3万多人民币啊？对。那如果新车呢？40万左右的新车呢？40万左右的新车2.0，56%再加10%，差不多接近30万了。就光上个车牌哦，先补了税才能上牌。上牌便宜，只要你补了税，上牌就2000块左右就可以上牌。其他的全是税。对，因为中国的税是上给中国的，你这个车要在老挝使用，在老挝补税，你是交给老挝的。那二手车呢？二手车就是根据年份来了，只能2017年及之前的可以补税，上老挝的车牌。2017年到2022年是不可以上牌的，然后22年到24年就是只能以新车进口上牌。你今天这个话刷新我的3观。这个行业的水在老挝比中国还复杂，对比中国还深一点估计。他挺懂，他这个车就是中国的车，然后开到老挝之后，车主想在老挝用，然后他就在老挝这边海关税务补税，补了税之后就上成老挝牌嘛。
这个车是你们自己的车？这个是我们最开始进口的几台车啊，当时自己员工嘛，要孝敬家里面，又赚了一点钱嘛，就便宜卖给他了，成本价卖给他。你们现在有多少个员工啊？我们现在加上南布拉邦、莫丁、莫憨，还有万象，一共有40几个老挝员工。对对对，也就是说，老挝员工在这里上班的话，他还是比其他行业上班要挣得多一点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不管是新车进口还是租车，他们都是有提成的嘛。你们这里除了帮别人上牌，还有平行进口那种？对，我们还办理什么驾照啊、护照啊，这些都办理的，还有营业执照公司的。就是只要带证的东西，你们都可以去代办。对对对，我们这个海信公司嘛，主要是办理车辆的证件，这边还有一个百智通公司啊，主要是办理人的证件。在老挝这边修车它贵不贵？比中国的费用要高不少的，至少要贵50%，贵一点的贵100%都很正常。第一个就是配件嘛，因为老挝它不生产车，很多配件都缺，而且周期很长。你从中国把配件发到老挝来，时间成本高嘛，一般发物流的话都会发接近2周，然后中国过来的师傅在老挝工作，工资也开得高，整体算下来的话，成本比在国内贵50%左右。像这边主流的车型，像丰田、福特啊，在这边的配件应该还是比较成熟的。对对对，特别是丰田的配件，它相对来说要成熟一些。为什么很多人愿意买丰田？就是因为配件好找。像老挝这边的机油呢，品质怎么样？整体品质比中国还是要差一些。这边机油差不多15万一瓶啊，贵倒不算贵啊，但是机油品质确实是不行。来老挝旅游租个车，但在老挝这边发生了一些碰碰刮刮的，也可以像国内一样出保险吗？可以的，因为现在在整个老挝的，不管是租车还是什么车，90%都是买交强险，他不会买商业险的。这种就会出了事故之后，他只会赔过错方。如果发生了事故，然后是对方的责任，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报保险，让他来处理，是可以理赔的，在那个保额范围内都是可以赔偿的。如果是租车客户自己的责任的话，那就只需要客户自己去理赔了。这种我们会找我们合作的修理厂啊去定损，这个车大概需要修理多少钱，我们都是会实打实的报给客户，因为合作的修理厂报给我们的价格，它也是相对来说要低很多的，可以跟国内差不了太多。你把我们车弄坏了，我们拿到修理厂去修，但是修的这段时间我们是可以不给你算，是那种误工费，你耽误了我租车嘛，我这都不算你的。我听你这样说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了。在南布拉邦住酒店这段时间，我遇到过一些事情，我今天通过这个镜头跟你说一下。很多人来这边旅游以后，他们就会去租摩托车，一些店里面摆了一些很漂亮的摩托车。在老挝这边摩托车它很贵，基本上起步就上万的，就泰国过来的那些本田那些好的摩托车，大家都觉得这摩托车好看，漆面又新，就租这个摩托车。但这个摩托车你们在写合同的时候，它全是老文或者英文，相信有很多人是看不懂的，问题会出现在这里。它上面其实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租车加油是正常的，其次你如果有点碰小刮要怎么赔偿。但是这个合同很多人看不懂，因为老挝这边的路烂弯多，路上也有沙子，摩托车的力它比较大，一加油一刹车嘣就会摔掉，摔了以后除了你自己会受伤，其实就是摩托车的维修费用。我有很多客人吃过这个亏，维修费用它不是一点点的，基本上就是几百万起步的，但是轻的重的我还不这么好说。如果说以后大家来老挝这边旅游租摩托车的，一定要去找一个你至少语言要沟通得了，责任怎么划分，车它有没有保险，它的保险是怎么买的，它的理赔区间有多大，这个东西一定要问清楚，以免会发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因为在老挝这边租车跟国内它是不一样的，国内是我交个几千万押金，大不了车出个事情也不要了，车我放在那里你自己去找。在老挝不行，租车全部要押护照，你如果说把那个车弄坏了，他可以不把护照给你的，因为合同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你也签了字的，按了手印的。所以说这边这个点大家一定得注意，这是我对大家的一点建议。我们租个车从南布拉邦我开到万象去，能不能在万象就还了它？可以的，我们在南布拉邦有店，在万象也有店。费用会不会多一丢丢？会稍微贵一点，会加1天的租金，但是也很便宜了。你从南布拉邦开到万象的油费差不多都会要400块。那我们中国的驾驶证在老挝也能开？中国的驾驶证在你进关的时候可以办理1个月的临时驾照，1个月有效期都是可以使用的。对旅游来说足够了。如果你觉得不足够，可以提供你的驾照、护照，可以给你办1年的驾驶证。
如果你是长期待，那也是没问题的。有没有什么建议从中国自驾来老挝这些车友们说的？其实过来的最主要是你要自驾过来的，先要做一个保养，先把车辆的油水换好，因为在老挝很多不一定有啊，特别是机油的品质都会差很多。你在国内换好了之后，进关了，办一个临时驾驶证，开车的时候在老挝，特别是晚上，千万不能开快了，因为在老挝的路它比较弯又比较曲折，开快了说不定前保险杠什么时候就没了。上一次我们送车从南布拉邦去万荣，开的是一个坦克500，这个底盘已经很高了，但是前保险杠也被磕了2、3次啊，还算磕得轻的，轮胎也起鼓包了。很多人他没有亲身经历过，他们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到底有多烂。对，而且因为老挝现在是雨季，路又不太好，又比较打滑，还会出现什么泥石流都有可能是会出现的。所以说你在车里面备点方便面也是有必要的。真有这么恐怖吗？雨季的时候有时候是的。好，感谢感谢。我们方便一起拍张照片吗？好，来来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